原来很多人的共同困扰是不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你就算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也没有关系，因为你知道自己不想要做什么也同等重要。这件事同时会有你讨厌跟喜欢的地方，你可以借由删去法去留下你喜欢的元素，并把讨厌的元素从你生命中剔除。换句话说，就是让未来更贴近于你想要的样子。大家好，我是泡泡小姐。你是不是常常在朋友或同事揪你吃饭的时候，问你要吃什么，你总是回答不知道随便啊，都可以啊。那如果我问你不喜欢吃什么？哦，来了，不吃青椒，不吃茄子，不吃香菜，不吃blah blah blah，你可挑食的嘞。当你被问到你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的时候，你可能会回答不知道，但你一定知道有什么生活方式是你绝对不喜欢，而且避之唯恐不及的。比如说夏天这么热，当然是待在冷气房不出门啊，或者反过来，放假就一定要待在家里当一坨烂泥，出门真的太累了。你看这么简单的道理，其实就藏在我们生活中。你就算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也没有关系，因为你知道自己不想要做什么也同等重要。一生下来就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的人真的太幸运了。像我们这样的平凡人，要怎么找到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呢？太难了。但是有一个方法可以让它变简单，就是将这个想法反过来，知道自己不喜欢做什么事情，然后删除它。如此一来，我们就可以尽量避免这些讨厌的事情，把这些不喜欢的事情从我们的生活中一个一个剔除掉，从人生中删除掉这些我们不喜欢的元素。换句话说，就是让未来更贴近于你想要的样子。我们很明确的知道自己讨厌什么，就像你知道你对什么食物挑食一样。就算你真的不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你还是可以运用删去法来让生活贴近于你想要的样子，从那些你不喜欢的生活中筛选出你的方向。删去法可以帮助你排除你不喜欢的人生，让你的生活开心一点。那为什么我们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我朋友看我行动力这么高，说裸辞就裸辞，说要缩阳我就直接杀来泰国做1个半月。他们常问我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你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我才发现原来很多人的共同困扰是不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我想了一下，我发现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其实很多人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是因为懒惰，也不是因为不聪明，而是因为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这样子的考试会考什么你就学什么啊，其他的都不用管。于是我们习惯了只做正确的事情，却忽略了自己探索兴趣的机会。甚至当爸妈或是老师告诉我们要做这样才是对的事情的时候，比如说考个好成绩，考个好大学，出社会才能找到一份好工作，我们却很少反问自己，这是我们喜欢的吗？我跟你说，没办法问，我们没有选择啊。学生时期的世界真的很小，只有读书跟考试而已。当我们终于进入社会，可以到了自由选择职业的时候，我们反而迷失了方向，因为我们更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自己对什么有兴趣，什么才是自己想要的。长辈这个时候就会给我们建议，要选钱多的、职涯发展性好的，这样才能过好生活。我觉得很有道理啊，因为钱真的很重要，它是你在这个世界上存活的基础。不过人生只有3万多天，工作占了我们平凡人生的1/3。我希望你过得快乐，不要到死之前才发现自己从来没有做过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甚至从来都没有问自己想要做什么，没有为自己活过。所以这边要跟大家分享我用来找到人生方向的删去法。你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没关系，但你一定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生活。而删去法正是从这里开始，你不用一开始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那真的太难了，而是先多去做尝试，然后删除掉你不想要的东西。如此一来，生活就会渐渐趋近于你想要的样子。人生就像做甜点一样，你试过不同的比例和配方，筛掉那些不适合的材料，直到烘焙出你心中最美味的甜点。重要的是你要勇于犯错，勇于接受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因为每次的删去其实都是在更靠近属于你的正确答案。我们可以运用删去法让尝试变得更有效率。第一个，设定短期目标，给自己一个期限，比如说3个月或半年，专注在某一个领域，然后评估自己适不适合，喜不喜欢。第二个，反思并可视化的记录，每一次尝试过后，问自己几个问题：我从中学到了什么？我享受这个过程吗？然后观察你自己的反应，我喜欢这件事情的哪个部分，讨厌这件事情的哪个部分，并将这一切都可视化，在纸上写下你的答案。比如说我高中看的日剧《Legal High》，我觉得家人在里面当律师实在是太帅了，然后我高中就参加了辩论社，就才发现自己一点都不会辩论，直接打消了当律师这个选项。大学时期我超级爱看 Running Man， 很喜欢主持人刘在石，于是在一次社团活动当中，我就去当主持人，结果发现当好主持人这个工作真的没有表面上看起来轻松，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大3的时候我去上海的工厂实习，让我知道我以后绝对不会找在工厂的工作，车间又脏又热，我真的没有办法。大4的时候我去德国当交换学生，挺喜欢欧洲的氛围，而且是人生第一次一个人出国，从此埋下了我独旅的种子。大4的时候我在研发单位实习，
虽然实验室有点无聊，但还是让我觉得，说不定实验室的环境很适合我哦。因此毕业后选择了研发单位上班。出社会之后当研发工程师，解决客户问题，进实验室看机台排除问题，把专案做好，这些事情都带给我很大的成就感。但我很不喜欢办公室政治，我不想花心思在跟别人尔虞我诈，我只想赶快把自己的事情处理完，早点下班去过我自己的生活。不过当工程师的时候啊，公司的弹性工时制度我真的超爱，除了要开早会以外，我基本上都是10点才去上班，超爽。所以聪明的你，在以上我尝试的这些事情，你有发现什么共同点吗？没错，你可以看到，不论是我在求学或是出社会的轨迹当中，我都是借由不断的尝试，加上3去法，去找到自己讨厌什么。在未来呢，你就不要去做那件会让你反感的事情，人生就会又往前一步，趋近于你理想的样子。3去法的真正威力来自于，它不仅仅是排除了你不喜欢的事物，更是为未知的可能性腾出空间。有时候我们可能过度执着于已经认识的选择，而忽略了其他新的可能性。当你不再被那些不适合的方向束缚的时候，新的方向才会出现。有时候最好的答案不是寻找，而是让它自然而然的浮现。这个真的超神的。今年8月的时候，我在冰岛看着车窗外的拉瓦，我就想说，半年前的我绝对想不到半年后我人正在冰岛踏上了这段冒险之旅。1年前的我也绝对想象不到1年后的我竟然现在就在泰国真实体验数位游牧的生活。当初那些在职场困扰我的事情，让我在当下感受到很痛苦很难受的事情，没想到半年1年后对我来说一点都不重要。将3去法视为一种资源管理方式，人生的时间跟精力是有限的，而3去法的核心其实是帮助我们去更有效的分配这些资源。我们不是在追求找到所有可能性，而是学会去缩小范围，去真正聚焦于那些重要的事物。尝试跟散去的过程并不是浪费时间，而是一种筛选，让你未来的道路更清晰，让你的人生更贴近于想要的样子。人生没有白走的路，对错都算数。就像我前面分享的一样，每一次去尝试、体验、经历、感受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件事情不单单只是一件事。仔细剖析后可以看到，这件事同时会有你讨厌跟喜欢的地方。你可以借由3去法去留下你喜欢的元素，并把讨厌的元素从你生命中剔除。除了工作，3去法也可以应用在你的生活上面呢。家里想要不想要装潢成什么样子？你喜欢不喜欢跟哪些朋友出去玩？喜欢不喜欢看哪个 YouTube 频道？喜欢不喜欢吃什么食物？多尝试加3去法，也可以让你的下半生活变得更美好。所以为什么要做大家都认为你应该要做的事情呢？你就是不爱吃青椒，那为什么要一直逼自己做不喜欢的事情？不爱吃青椒，你如果可以不吃青椒，那你今天就可以快乐一点吧。我会利用多尝试加3去法，把喜欢跟不喜欢的元素重新排列组合，得到新的答案，然后再尝试它。我想我的行动力来源就在于每一次尝试新的答案，我都往我自己想要的人生更靠近了一步。这个感受真的非常的美好以及感动，因为会让我觉得我在好好的照顾自己，让自己尽量过得开心不委屈，并为我自己做的每个决定都负责任。回答我朋友问我的问题，为什么你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其实我也不知道啊，我裸辞正是因为要寻找这件事情。比如我大学在研发单位实习的时候，发现我应该适合实验室，当工程师的这份工作证明了我确实适合实验室，但我不适合复杂的职场人际关系。然后我爱弹性工时，我又很爱旅游。裸辞前我就在想，综合这一切正反的元素，有什么工作是可以符合这些我喜欢的点，跟剔除我讨厌的点呢？于是我就想说，那有没有同时可以弹性工时又弹性地点，又不用跟太多同事相处，搞办公室政治的工作？透过3去法，我得到了答案。我可以尝试当看自由接案的自由工作者，以及可以旅居世界各地的数位游牧民族。所以我人现在已经当自由工作者开始接案了，也直接下来泰国体验1个月的数位游牧生活。如果数位游牧我体验了一阵子，发现这不是我想要的话，那我就会继续运用多尝试加3去法这个逻辑，找到下一个解答并尝试，一直到我找到理想生活的那一天。所以尝试看看，多尝试加3去法，找到你的人生方向，让你的生活幸福一点吧。希望这支影片会对你的人生或是日常生活带来一点点的帮助。要记得，尝试跟3去的过程并不是浪费时间，而是一种筛选，它让你的未来道路更清晰，也让你越来越趋近于你人生想要的样子。人生没有白走的路，对错都算数。我是怕爆小姐，我们下次见，拜拜。